Hello， 各位莎莎鱼丸们，大家好啊！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到北京来，那对北京呢多多少少可能有一些不熟悉。那今天呢，我在一个特别北京的地方，要带大家吃一些好吃的。所以今天我的身份是什么呢？我的身份就是你们的北京一日小导游。今天呢，主要是带大家负责吃这个板块。所以大家都知道北京有哪些好吃的吗？哇，什么都有啊！那我今天呢，就在这个古色古香的地方带大家尝一尝北京到底有哪些好吃的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开始吧。我们刚刚点了很多关于北京的一些有意思的一些菜，在这它可以吃到很多，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个餐厅。我们第一个上的是这个老北京酸奶，很多人来北京带什么伴手礼都会带酸奶回去。我们来尝一下这个酸奶怎么样哦？哇，拉丝儿，看到没？还是非常香醇的，口感很醇厚。粉丝儿先吃，这一盘呢是北京味道，然后是4个不同的北京美食。这个叫芥末墩儿，因为我本人不太爱吃芥末，但是芥末应该是这道菜的灵魂。哦。好了，下去了。酱牛肉、皮冻炖上马蹄，这4个的话，我推荐大家吃这个芥末墩儿，有一种海鲜的味道。好，接下来看看我们北京非常有名的宫保鸡丁。好好吃！哇，这个好好吃，你要尝一下这个。这肚，然后放在锅里3下。然后再涮一下这个麻酱，我习惯少一点麻酱，因为清爽一点。就在这儿啦，我们来尝一下这个爆肚啊，这是北京非常有名的名菜。可脆可脆了。大家来北京的话，一定要尝一下这个爆肚，口味非常的爽脆。看这热气腾腾的。这个是他们这个店的这个招牌，但北京的话是这个乾隆白菜，我们尝一下啊。哦，它这个完全没有麻酱的味道，它有一种酸甜口在里面，但我觉得这个菜也可以尝试。我们著名的北京烤鸭来了，我就问谁来北京不吃一顿北京烤鸭呢？这个荷叶饼呢，我们先拿出一张，你看非常方便，一张饼选上1到2个烤鸭皮，这个蘸上一点甜面酱，然后放在上面，然后选择你喜欢吃的，比如说黄瓜啊，解腻的，然后葱丝儿，现在流行加这个哈密瓜了，增加一点甜味儿。再把它包起来，哇，这个荷叶饼真的好透啊！看，这是一个标准的烤鸭卷。还有个特别的吃法，熟悉北京的朋友应该知道，但是不熟悉北京的朋友发现，哎，这是怎么有个白糖啊？白糖呢是用来蘸烤鸭皮吃的，像搞出来这种酥酥的烤鸭皮，我们就可以蘸一点白糖。看，这就是甜口的吃法。如果你们点烤鸭，然后他会问你，比如说剩下的这个鸭的这个骨头怎么做，然后你可以做那种炖汤或者是椒盐，我个人比较推荐椒盐的口味，在这个烤鸭的层次口感上来说会更好一点。又包好一个，接下来这道北京名菜叫干炸丸子，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。长这样，然后可以蘸上你喜欢的，你尝一下。这干炸丸子呀，酥而不腻，入口呢，你能尝到表皮的那种焦焦脆脆的口感，但是内馅又是非常嫩、非常软的。我觉得它这个火候是刚刚好。看这有个很漂亮的小吃，里面有这个山楂糕啊、豌豆黄啊、驴打滚啊，还有一些这个奶卷。我们来尝尝，先拿这个豌豆黄吧。驴打滚儿，哇，这个驴打滚味道还不错哎。奶卷应该是。推荐驴打滚，驴打滚很好吃。山楂糕非常解腻。好了，我们炸酱面上来了，先把萝卜丝儿推下去，黄瓜丝儿推进去，芹菜先不放啊，因为我不吃。黄豆拌下去，耶！这是那个什么菜？火腿丁。这腊八蒜一会儿那个吃的，这也不知道是啥。哇，拌好了，我们来尝一下
老北京炸酱面。特别香。我觉得炸酱面它好就好在这个炸酱一定要好，它不能炸得过头，炸过头了有点发苦。好了，随着最后一口炸酱面的吃完，我们这一次北京之旅也到此结束了。怎么样？这个刘导今天带领大家吃的还不错吧？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，可以来尝尝很多北京美食。那今天看完了，我相信大家一定还没有看过瘾。明天我将带大家去到一趟什么旅程呢？室外胡同小吃之旅。怎么样？还想不想看？记得明天接着来哦，拜拜！我要上台了。